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桌面上的新装备。拿到这些新装备呢，我就感觉有一点多余，就很想吐槽一下商家像挤牙膏一样，然后也吐槽一下我自己的选择，为什么我又要买这一大堆东西，就觉得好浪费。可能很多网友很好奇，我跟阿龙那么多拍摄设备了，为什么还要添置呢？大家都应该知道了，这2天我跟阿龙已经选择了，我们要分开各自做自己的账号，所以说这些拍摄设备啊，我们都要差不多准备2套这样子。虽然我们2人1狗的房车旅行啊，再也回不去了，但是呢，也不能因此而停止账号的更新。其实没有谁的生活都能一帆风顺，反正总有一些风风雨雨坎坷，但现实就是这样，没有谁能把每件事做得无可挑剔，做到很完美。虽然我跟阿龙都很努力的去妥协这件事情，但是结果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那个样子。其实这并不是谁的错，这可能是每个人的经历和生长的环境，它带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吧。我也会把自媒体账号好好做下去，这毕竟是我喜欢的工作，也是我认为离梦想最近的方式吧。所以我不得不又买了一堆东西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买的一个监视器，因为之前我跟阿龙在一起呢，我们这些单反镜头啊就是这样子的，我拍阿龙，我能看得到屏幕这个取景方式是怎样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分开了就没办法了，所以说买了这个就是能实时监测到我这样自拍。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次我买了一个狗9，因为狗9呢，它可以监视到自己，就拍摄的时候能看得到自己。因为阿龙用的是狗7，所以说我觉得运动相机啊，很适合一个人出去拍摄，因为它比较稳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是1人1个拍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卡片机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在成都的时候买的，之前用的是这个2代呢，它不能外接麦克风，然后这次主要是买的是这个能接麦克风的一个透笼，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热靴口，然后是有2个的这样子。然后买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样接上了就很大，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小巧一点，就这个3个接口的热靴口。然后还买了一个小的，这个小的麦克风呢，之前买了，然后没有用，我就把它没法用了之后才买的这个，因为这个可以插上这个麦，或者是这个麦，因为它有热靴口嘛，就比较方便。然后还买了一个狗9的兔笼，这个兔笼上面有一个插麦的热靴，这样。实际呢，我真想吐槽一下，就是说因为我之前用这个2代用的一直都是很好，但是它收音在户外的话就不好，我就换了一个3代。等我实际换到了之后，才发现它上面没有热靴口，就没有一个插麦的地方。然后我就在网上淘了一个这个小小的，我叫它手指麦，就真的跟手指一样大，然后就这样插上。但是实际呢，这个100多块钱并没有实际的多大的用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好吧。网上又有一个它的配套，就是这个兔笼。我现在把这个兔笼上去，我现在把这个兔笼已经套上去了，这样还是挺好看的。但是等我实际把这个麦插上去就很尴尬了，尴尬在哪里啦？然后这个插麦的口是在这个位置，等我把它插上了就变成这样了，然后再把翻盖打开，就变成这样大一个了。这么大都已经算了，最主要是它还放不平，你看这样放不平。那好吧，这个麦就选择在这个兔笼上就放弃了，然后就插这个小的。好，这个小的插上的话还是可以放平的，这个可以。但是这个小的呢是一个无线麦克风，就是说我一个人的时候用挺方便，但是我要在户外，就是说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这个就不适合了。然后跟别人聊天的话要这样拿着就特别不方便，所以户外还是适合用这个，但这个跟这个配套下来就太大个了，我就把它给拆了。又在网上买了一样东西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小件，然后我这样把它扭上，然后这样扭上呢，感觉挺小巧的，挺不错的，对吧？然后这样放着呢，虽然不是很好看，但是也能放平。但是问题尴尬就来了，这样套不进去了，看吧，
这个位置是套不进去的，因为它这个会挡住。好吧，我就把它扭到这边来，好惨。然后我就把它扭到这边来试试。啊，这边可以，真可以了。但是实际等我把这个三脚架这样一放，我一个人在路上这样拍，是不是特别大个？这样就完全失去了卡片机的意义。这真的就跟那种微单一样了，甚至比微单更大。他为什么不搞个热靴？我就想吐槽这一点。这样子的话就直接插在这上面不是很好吗？这样又小巧又特别方便。它本来卡片机就这么小，插一个麦就可以了，但实际上这上面没有。好吧，这个尴尬的事就不说了。说到那个卡片机加了麦之后就特别大个。好，现在换上这个狗九是我买的，然后这个收音也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实际上要想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是不行的。我真的是太高估它了，它居然是没有外接麦的。我以为有外接麦，我可能是说明就没有完全的看完整，然后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。因为我想着狗7都出了，狗8、狗6都出了好几代了，为什么它连一个插麦的都没有？所以买了一个兔笼吧，上一下啊，确实挺方便的。弄上这个确实也挺小巧的，然后插麦呢，这里也确实有一个热靴口，很棒，真的是太棒了。这样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小巧？但是呢，它没有一个插麦的口子。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还要买适配器，适配器加上这个一个转接线，线掉得很长，然后又是一大堆了，就特别尴尬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也是多买了这个兔笼。我这个兔笼已经是买的多余的，没用了就算了。然后我在网上查了那个适配器呢，就算给它接上，然后呢，尴尬来了。如果把那个适配器外接麦插上的话，这样的话它就是盖子是盖不拢的，看到没有？盖不下去的，就插到这个孔，然后掉一堆线，然后这个还盖不拢。为什么商家会这样挤牙膏这样子的？我觉得狗10它应该会出现一个插麦的，或者11。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，我也想市场上多一些像这种运动相机的竞争者，这样子的话，商家就不会那么一点点挤牙膏了，真的是有点心累吧，因为这个多余了，然后这个壳也感觉多余了，太心碎了。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啦，我现在把它上到相机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线连上，这线真的是好长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监视器插到单反上了，现在已经看得到我自己的画面了，实时这样监控着我。但是很奇葩的就是它这个会晃，它为什么都固定不了了？我扭了这边好像不行，真是心累啊！为什么商家他不实际去操作这些啊？然后我把相机放到床上，能拍到我屋里的整个画面，但是很奇葩，可以说吧。它为什么这个会晃？都不能把它固定吗？太尴尬了。要用个什么胶把它粘住？你看这样能看到我自己，这样我就可以自拍了，这样就不会说把我这个相机压箱底了。这样一套下来呢，就太大个了。但是一个人为了想看到自己，只能这样。我一个人这样用的话，真的是太大个了。如果我跟阿龙2个人的话，这样就轻松多了。我这样能实时看得到他。但是这个单反呢，压箱底就太可惜了，因为这次我们又买了一个镜头，而且这个镜头啊，最大光圈是1.2，就是说这个拍出来它的锐度是特别好的，不用的话就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没想到我们2人就这样那么早的时间嘛，就抱着遗憾这样分开了。也正是因为我们2个人在一起走吧，然后我们的东西才会越来越多。我更愿意做一个幕后的一个拍摄者。现在对于我一个人做自媒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一堆东西啊，真的是感觉完全是多余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就觉得一部手机就可以，一部手机加一个小的支架，然后上面可以插一个外接麦，
这样就很好了。这个麦克风它有一个手机的连接线，这样插上手机呢，收音都特别好。如果用手机拍摄呢，这个麦克风真的有点大，就是买小巧一点，就这样手机，然后有个支架就特别棒。然后如果觉得要创作一些东西需要稳定的话，就可以买一个手机的这样子的云台，这样也是特别的小巧。你看这么小巧，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麦克风这么小一个插在手机上，但是这个效果真的是不好，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吧，这样其实也挺棒的。现在经历了2年多的自媒体吧，我觉得刚开始加入的话就不能投入太多。如果是有团队，比如说像2个人都同时要拍摄啊，要制作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说从一开始到整个自媒体就持续下去的话，也可以添置很多设备。如果在中途这样散了的话，那样就真的是太浪费了。像我这一堆东西，对我目前来说，就真的是完全是一个累赘吧。一种负担，反正买了这一大堆东西，目前感觉有点多余，但也是我当初花心思去选择来的，所以说我也会努力把它都用上，完成心中的诗与远方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一个人的一种挑战吧，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样拜金吧，就是说乱花钱吧，可以这么说。然后选择上面总是很矛盾，才会给最后弄得越来越累。那今天这个碎碎念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也会继续加油，把这一堆统统用起来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